俄罗斯动员兵临时基地遇袭，战场无线电监听的威胁，我们也要牢记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元旦那天呢，俄罗斯巡航导弹对基辅发起了大规模打击，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打中一个酒店，打伤了日本朝日新闻一个记者。乌克兰方面呢也没闲着，用海马斯对顿巴斯的马基伊夫卡一处俄军动员兵基地发射了6枚227毫米的火箭弹。俄方公布的消息是俄军成功的拦截了2枚海马斯的火箭弹，但是4枚打中了那个基地，造成了63名士兵阵亡。这件事呢，就引起了俄罗斯一些专业军事博主的恼火。我算了一下，就是批评最激烈的几个俄罗斯博主在 Telegram 上拥有的粉丝加起来超过了500万。你想想，4-5个俄罗斯的退伍军人在 Telegram 上有500万粉丝是什么概念？那相当于几个外国人在中国有近亿粉丝了，那是很有影响力的。据说有些博主还能跟克里姆林宫直接说得上话。这些博主指责说前线的指挥官忽视了最重要的战场纪律。第一，为什么要把数百名动员兵都打包放在一个地方，在一个建筑里，而且这个建筑是在对方的火力射程范围之内呢？敌火之下，兵力分散是个基本原则，而且不仅仅让几百个新兵住在同一个建筑里边，建筑里边还存放大量的弹药，这些弹药被打击之后发生了殉爆，那个楼已经彻底平了，所以他们认为阵亡数字不可能只有63个，要比63个多得多。而且他们还提出一个重要的指责，说元旦的夜里边，这些新兵都忙着给家里打电话，而管理他们的军官没有战场保密意识，这么多人打电话，被乌克兰方面的电子战监听设备监听到，马上就确定了这些新兵的营地位置，然后海马斯就开火了。如果真是如此，那还真是战场纪律乱套了。按说俄罗斯人自己应该明白这些规矩。当年车臣武装领导人杜达耶夫就是因为打电话，信号被俄罗斯的电子战设备截获，确定了杜达耶夫的具体位置，然后1枚导弹就砸下来了。所以战场上的无线电使用是有规矩的，比如设备要有什么样的加密通讯能力，通讯时间要如何尽可能的压缩，通讯内容要怎么使用暗语。但是很显然，这些技术和战术可能不是一些俄罗斯基层指挥官很清楚的。而且俄军从2战开始就有不太注意暗语使用的毛病，那个暗语经常不换，能把对面监听的德国士兵都听腻了。而那些刚入伍的新兵可能也不懂规矩，不知道电话里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，不知道自己哪句话就把自己的身份坐标全暴露了。对我们来说，这都是经验和教训的。当年呢，咱们空军的地空导弹部队有段时间也缺乏这种对抗意识，训练中轻易使用战备频率。而美国电子侦察卫星过顶侦察，还有美国那些电子侦察机在中国外海晃悠，就是要监听我们各种通讯雷达设备频率的。而咱们一些部队就在美国卫星过顶的时候，把真正的战备频率给用上了。结果当年呢，地空导弹某部一个年轻的中尉军官就着急了。这位小弟呢，当年给几个军事刊物写科普文章，经常来找我们。他还想着呢要考航天部的研究生，想读航天部的博士。然后就问能不能通过航天部找一个反映问题的渠道，请空军的上级领导重视这个问题。当然我们航天部是没法提供这个渠道的，不过他最后是如愿以偿了，因为他后来由于表现出色嘛，最后调到了空军机关工作，成了空军某位大领导的秘书，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渠道就无比通畅。而且现在呢，他已经是南部战区某重要科研部队的部队长，被新华社公开的报道和表彰过。当年一个喜欢航空绘画的小军迷，20年前一个小军官，因为懂技术懂战术，一心用在作战上，能够在自己理想的领域发光发热，这是可喜可贺的。而且我希望咱们部队里更多像他这样的人，能够未来前途无量。